2012年5月15日，全球好几十万人跑到战网客户端上，开始疯狂点击《暗黑破坏神3》的登录按钮。上一座《暗黑破坏神》已经是10年前的作品，这是什么？10年磨一剑啊！粉丝耐着性子一天天倒数计时，只等着这一刻的到来，好再次踏入《暗黑破坏神》的这个奇幻世界。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声中，在游戏里杀出一条血路来。但到太平洋时间5月15日凌晨0点，也就是《暗黑破坏神3》上线的时候，所有人的面前却出现了一条莫名其妙的消息：服务器繁忙，请稍后再试（错误37）完毕。哈，要知道《暗黑破坏神3》可是经历了10年艰难的开发，但是10年后上线了，依旧没有人能够玩到它。一些玩家选择放弃，毕竟大晚上的还是上床睡觉。一些玩家在继续努力，想要玩到这款游戏，但1个小时之后，他们面前还是同样的错误信息，那就是服务器繁忙，请稍后再试（错误37）完毕。这就像你拉屎的时候把你的便便夹断了，还有喝可乐的时候那个嗝打不出来那样的难受。舆论开始在网络上逐渐发酵，错误37开始演变成了一个梗，在论坛上面飞速传播。一些人觉得就是因为暴雪只推出联网版的《暗黑破坏神3》的决定，才让他们现在遇到了这种问题。如果你推出的是离线版的《暗黑破坏神3》，怎么会遇到眼下的服务器故障这个问题呢？与此同时，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的暴雪总部，一群工程师和在线任务的制作人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暗黑破坏神3》会如此的受欢迎，但暴雪的服务器根本就没法负担这些蜂拥而至的海量玩家。于是在凌晨1点左右，暴雪发布了一条消息：因为访问人数过多，登录游戏和创建角色可能会慢于正常速度，我们将尽快解决这些问题，真心感谢你的耐心等待。但是玩家依旧没法玩到游戏。而这时，《暗黑破坏神3》的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在干什么呢？他们正在总部外购物中心的户外广场上尽情狂欢，全然不知道玩家无法登录游戏的窘境。当然，除他们之外，这场官方发布会上还有数百名身穿肩甲、手持巨大泡沫战斧的《暗黑破坏神》系列的铁杆粉丝。当暴雪的开发人员将签名照和礼物送到这些粉丝的手中的时候，才开始私下耳闻到有关服务器超载的消息。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这并不是游戏发布时常发生的小问题，这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说起来非常好笑，你明明知道这款游戏大家都非常期待，怎么还能把自己搞到手足无措呢？在发布前的几次会议上，有人就说他们真的准备好了吗？他们还把预估的玩家数量再翻了个2-3倍，结果还是太保守了。以错误37为代表的各种服务器问题，在《暗黑破坏神3》的游戏发布初期一直困扰着所有玩家。暴雪的工程师只好忍着疲惫彻夜不休，靠咖啡强打精神，努力提高网络的稳定性。他们花了整整48个小时，彻夜不休，才设法使服务器稳定下来。尽管偶尔还会出现故障，但还是保证玩家可以基本不受干扰地进行游戏。5月17日，2天之后，问题解决，暴雪立刻发布了道歉声明。他们说，玩家的热情令他们羞愧不已，非常抱歉。妨碍到各位打倒恐惧之王的并非是恶魔大军，而是糟糕至极的基础设施。至此，暗黑破坏神3的爱好者们终于可以玩到了这款他们翘首以盼多年的游戏。和前几座一样，在这款游戏里，你也要创建角色，一路杀过满是恶魔的地狱，沿途搜集闪亮的战利品。在此期间，你可以选择职业，像是魔法师、猎魔人，解锁对应的能力，习得大量的法术和技能。在探索地牢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变强。在这个由程序生成的随机地牢里，每一次的探险都与众不同。因此乍看起来，这款游戏似乎正是粉丝们喜欢的暗黑破坏神系列。但就在几周后，玩家才渐渐发现暗黑破坏神3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虽然人们都喜欢在怪物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游戏的难度提升实在是太快了。在此之外，不但传奇物品的掉落概率极低，而且结束游戏的难度非常高。最令人沮丧的是，
游戏的战利品系统的作用仿佛完全就是围绕这个内置的拍卖行系统创立的，鼓励玩家用真金白银买卖强大的装备。令人诟病的氪金系统向来颇有争议，毕竟如果你想要快速变强的话，你根本就不用花时间玩游戏，根本不需要耗费精力做出那些有趣的选择，只需要在暴雪的网站的表格中输入你的信用卡号码就可以了。在1991年成立以来，暴雪就以它的游戏质量格外出众而闻名天下。毕竟暴雪出品必属精品，他们出品了堪称文化标杆的魔兽争霸和星际争霸系列。每当游戏中出现暴雪的蓝色锯齿状标志时，你就知道这款游戏的质量肯定是无与伦比。2000年发售的《暗黑破坏神2》就是动作游戏角色扮演游戏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这款游戏问世之后，无数玩家彻夜不眠，在网络论坛上讨论如何击败奇形怪状的 BOSS， 如何找到那些独一无二的传奇性装备。很多人都觉得《暗黑破坏神2》是史上最棒的游戏之一。然而2012年5月发售的《暗黑破坏神3》却出师不利，让暴雪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公关危机，就像游戏刚发售就遇到的错误37一样。而更大的问题在此时也只是初露端倪。聊到《暗黑破坏神3》的开发故事，离不开一个人，乔西·莫斯凯拉，我们可以叫他老莫。他祖籍墨西哥，口音浓重，曾经在加拿大黑卫士步兵团服役。进入游戏行业之后，他最早在游戏发行公司白狼写过几年纸上的角色扮演游戏。之后，老莫进入了温哥华的一季娱乐公司 Radic Entertainment 工作了7年，参与过好几个游戏项目。接着他又跳槽到育碧位于蒙特利尔的大型工作室，参与开发《孤岛惊魂3》。加拿大的冬天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反正老莫对此是深恶痛绝。2011年2月，老莫接到他的老朋友杰伊·威尔逊的电话，两人是在一季娱乐公司上班时认识的好朋友。威尔逊当时在暴雪工作，他打电话来的目的是因为暴雪当时想要招募一位新的首席策划，而作为《暗黑破坏神3》项目总监的他，当时收到了一份来自育碧某位员工的申请，想要跳槽。于是他决定了解一下育碧的企业文化，以及这位新来的策划能否适应暴雪。结果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好朋友老莫不正在育碧蒙特利尔工作吗？如果老莫想的话，何不让他来试试接手这项工作呢？老莫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他早就想跑路了。于是走了2个半月的流程之后，老莫成为主机版的《暗黑破坏神3》的首席策划。他当时的任务是带领一个非常小的团队，算上他也只有3个人，把《暗黑破坏神3》移植到 Xbox 和 PlayStation 平台上。发行主机版的《暗黑破坏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暴雪从来不愿意在家用机上发售游戏。魔兽世界、星际争霸2这些重量级的作品只有 PC 和 Mac 版本，但这次暴雪决定试一试。对于老莫这个小团队来说，暴雪给予他们很大的自由，允许他们彻底改造主机版《暗黑破坏神3》的方方面面。他们也充分利用这种自由，为新的控制系统修改了每个职业的技能。PC 版的《暗黑破坏神3》在2012年春季发布，在2011年底的时候， PC 版的《暗黑破坏神3》的项目组就开始为这个项目而加班。老莫当时的团队也暂停了主机项目的开发，开始帮助项目组筹备相关事宜。他们这个小团队里的几乎所有人都刚刚加入暴雪，觉得他们必须需要这么做来融入暴雪这个大团队。他们觉得《暗黑破坏神3》的发售会成为暴雪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而他们自然也非常乐于参与其中。但没想到，伴随《暗黑破坏神3》发布的却是错误37事件。在接下来的5月里，所有人都为了稳定服务器而疯狂加班。等到老莫带领他的团队继续开发主机版本的《暗黑破坏神3》的时候，其他策划也开始处理起游戏中更为本质的问题。他们知道玩家对战利品系统感到不满，但他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暴雪要如何才能让《暗黑破坏神3》在结束的时候像前作一样令人上瘾，让玩家在完成主线故事之后仍然愿意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击败恶魔和寻找装备？在不间断的思考之后，他们意识到这款游戏的最大问题就是难度的设置。在开发《暗黑破坏神3》的时候，暴雪策划最初的参考对象是《暗黑破坏神2》的难度系统。
这个系统的难度逐级递增，玩家可以在1周目选择普通模式，2周目选择噩梦模式，然后在3周目选择更具挑战性的地狱模式。暗黑破坏神3沿用了这种系统，然后在这3个难度之后又加入了第4个难度炼狱模式。在炼狱模式里面，即使是已经达到等级上限的玩家，没有顶级装备依然是无望通关。但问题是，在暗黑破坏神3的设计里面，只有炼狱模式才会掉落顶级装备，这就导致了一个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我不通关炼狱模式，那我拿不到顶级装备，但我不用顶级装备，我根本就没法通关炼狱模式。在最初的设计里面，暗黑破坏神3是用拍卖行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你不想在炼狱模式里撞得头破血流的话，可以，那就拿出真金白银来购买好装备。但是这与大部分玩家的期望截然相反，玩家们不喜欢氪金系统，于是一些狡猾的玩家发现了系统的漏洞，开始投机取巧。暗黑破坏神3使用的随机数发生器，导致强大敌人的物品掉落概率和你打碎那些不会动的锅碗瓢盆爆出好东西的爆率是相差无几的。在玩家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们就会不务正业，专心于去打碎角落里的罐子。这当然算不上好玩，但总比掏钱强多了。几个月之后，暴雪才想起要堵住这个漏洞，但是为了堵住这个漏洞，暴雪必须投入大量的修复资金。于是从5月15日直到8月底的这段时间里面，暗黑破坏神3的项目组为了修复漏洞，还有微调角色技能，解决各种玩家的投诉，发布了18个补丁和热修复程序。其中2012年8月21日发布的补丁最大，内容包括增加了巅峰等级系统，让玩家在达到60级上限以后还能继续变强，还降低了炼狱模式的难度，以及为传奇装备添加一系列的独特效果，让玩家拿到这些酷炫的武器的时候，有种能够毁天灭地的感觉。但暴雪心里很清楚，这些补丁对游戏来说只是应急绷带，事实上却没有解决游戏根本性的问题。这些临时解决方案治愈不了暗黑破坏神3的伤口，伤口还在流血，而要缝合这个伤口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当时的暴雪来说，他们信奉重视每一种声音的准则，玩家很失望。暴雪的开发者觉得他们有义务要倾听玩家的心声，制作人和策划开始去访问 Reddit 网站，去访问暴雪论坛，这些各个网络的聚集地，尽他们所能的去整理和收集有关游戏改进的各种各样的反馈。夏去秋来，暴雪通过博文和回信承诺他们已经制定好了长期计划，将会逐步优化拍卖行和战利品系统，来提高暗黑破坏神3的趣味性。这项承诺非同寻常，因为一般情况下，对于游戏的开发人员，在游戏发布之后就会将完成的游戏抛在脑后，最多就是工作室在全心投入下一个项目前，留下一些必要的人员去修复那些关键性的 bug。 但对于暴雪来说，暴雪的一流名声正是建立在这持久的后期维护之上的。对于暴雪来说，每一款游戏在上市之后都会多年如一日的发布免费补丁，他们觉得这有助于赢得粉丝的好感，继而能够带动游戏的销量。2000年发售的《暗黑破坏神2》直到2016年仍在发布新补丁，1998年发售的《星际争霸》在2017年还在更新补丁包。说实话，没有一家公司能像暴雪一样如此长久的更新维护老游戏。截至2012年7月底，《暗黑破坏神3》的销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00万份。对于暴雪的开发者来说，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做出了一款有趣的游戏，但他们知道本作还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暗黑破坏神3》只是一颗钻石的原石，他们必须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对这颗钻石原石进行打磨。但话虽如此，继续打磨也意味着《暗黑破坏神3》的项目组永无休息之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为这款游戏工作了将近10年之久。对于每一个苦熬同一个项目的人，都体验过那种项目完成时如释重负的感觉。在完成项目之后，根本不愿意再多看一眼。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制作《暗黑破坏神3》的资料片。对于暴雪来说，他们通常都会为旗下的每一款游戏制作内容丰富的资料片。《暗黑破坏神3》的开发者非常清楚，这是他们彻底改造游戏的最佳机会。2012年下半年，他们整合了一份巨大的谷歌文档，里面写满了有待修复的问题以及需要添加的功能。
但此时他们急需一位新的领导人。杰伊·威尔逊这位一直负责该项目的总监已经公开卸任，他对外宣称自己在《暗黑破坏神3》上面已经耗费了将近10年的光阴，实在无力继续。因此暴雪需要一位新总监，他不仅要带领团队继续开发资料片，还要负责打造《暗黑破坏神3》的未来。这个重担落到了老莫的身上。老莫记得在他最初看到暴雪内网的招聘信息时，他根本就没有心动。他当时沉迷于主机版的《暗黑破坏神3》带来的挑战，他更喜欢管理小团队的感觉。虽然当时团队的成员已经从最初的3人增加到25个人，但这和他在育碧的时候依然大不一样。在育碧的时候，他必须协调400个人的工作。因此，当威尔逊和其他的暴雪高层鼓励他申请这一职位时，他仍然有些犹豫。他喜欢的是带人开发主机游戏，他更愿意亲力亲为上手去开发游戏，而不是花时间去做什么 PPT。 但老莫心里也很喜欢《暗黑破坏神3》项目组的文化。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老莫也被说服提交了岗位申请。在他接受暴雪高管和每一位同事的多轮面试之后，他在暴雪联合创始人的办公室里获知了自己应聘成功的消息。虽然他进入项目组的时间并不长，但所有人都认可他的策划能力和领导能力，而暴雪则希望他能为这款游戏的未来确定方向。对于老莫来说，成为《暗黑破坏神3》项目的总监非常高兴，但是当他意识到《暗黑破坏神》这个 IP 对暴雪乃至整个游戏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第一感觉的是焦虑。他感觉到自己肩负着重担。新官上任3把火，老莫烧起的第1把火就是召开项目组的全员大会。不久之前，这些人曾经是他的同事，而现在却要向他汇报情况。他询问每一个人的看法：你究竟喜欢这款游戏的哪些地方？你究竟想在未来的几年里看到怎样的《暗黑破坏神3》？你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游戏资料片都是一些附加的内容，新内容、新地图、新战利品。但当时暴雪想为《暗黑破坏神3》做一次大手术。暗黑破坏神3项目组开发资料片的目的绝对不是在已发布的版本上做些调整和补充，而是要为暗黑破坏神3的未来奠定基础。他们的想法非常远大，而老莫接下来做的就是让项目组意识到另一点，那就是这些开发暗黑破坏神3的人并不真正的了解暗黑破坏神。玩家非常怀念暗黑破坏神2，但怀念的并不是这款游戏最初的状态，而是它2001年时候的状态。那个时候，开发商根据粉丝的反馈对游戏进行了修改，加入了资料片《毁灭之王》，那才是人们记住的游戏。而正是数百万玩家的反馈以及暴雪在此的基础上制定的决策，成就了这款伟大的游戏。对于开发者来说，你可以开发游戏、测试游戏，你自以为非常了解这款游戏，但在游戏发布之后，不论是游戏人数还是游戏时长，在首发的当天，玩家就会超过整个开发部门的人数。你会看到意料之外的情况，看到玩家的真实反应，他们会这样玩游戏，这样攻略，这样互动，很多都是他们开发游戏时没有想到的。最难的地方就是如何有理有节地回应这些反馈。暗黑破坏神3接下来的资料片叫做夺魂之镰，项目组决定借机进行补救，他们不仅要修复错误37这些服务器的问题，还要修复游戏发布初期的全部错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一雪前耻的好机会，他们可以开发出不亚于毁灭之王的资料片，来重现暗黑破坏神2多年前的辉煌。他们觉得这是赢回玩家的大好良机，所以大家都鼓足劲儿的开发。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款游戏开发了整整10年，在发布的时候还会有如此多的问题。对于暗黑破坏神3的项目组来说，可能他们最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暗黑破坏神2的巨大光环。暗黑破坏神2成功的幽灵笼罩着他们整个团队，他们不能抹黑这款经典游戏的名声，于是这成了压在大家肩上的重担，还影响了非常多的决策。在老莫眼里看来，暗黑破坏神3的项目组除了增加灵活多变的技能系统这一重大突破之外，处理其他的系统的时候太过传统，太过死板。作为一个新人，老莫愿意挑战每一个项目组成员心中对于暗黑破坏神这个系列本质的看法，他不惜与部分暴雪老员工进行一番唇枪舌战。
例如，在夺魂之镰的开发期间，老莫就非常想在主机版本中加入闪避的功能，让玩家能够通过摇杆控制角色在地上翻滚，来躲避敌人的攻击。这在项目组内部颇具争议，讨论的场面非常激烈。老莫的看法是，如果你不让玩家来换换操作，只能控制角色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这太无聊了。在魔兽世界里面，他们增加了跳跃操作，在推出之后大受好评，所以老莫也想引入类似的设计，但其他的策划却不这么想。他们觉得闪避的功能会削弱加速道具的效果，这不利于游戏的长远发展。两种说法都很有道理，但你要知道，老莫才是项目的总负责人。对于主机版的《暗黑破坏神3》来说，前作对于他们带来的压力就小得多。老莫和他的团队可以在主机上进行各种的实验，采取一些老员工无法理解的做法。PC 项目组的出发点很好，但是各种压力和期望导致最初版本的《暗黑破坏神3》的部分设计非常的保守。但主机版的《暗黑破坏神3》就像是西部荒野，这款游戏在某些方面非常的原始，整个团队折腾了差不多半年左右，全然不知道现状背后许多决策的历史因素，他们只是像个孩子一样走进来，按下按钮，然后增加这些新功能。对于战力系统这样的核心内容，也受到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 PC 版的《暗黑破坏神3》里面，敌人死亡之后，战利品就会喷涌而出，让玩家在拾取这些酷炫新装备和新武器的同时，感受到多巴胺爆发带来的那种熟悉的冲动。但在主机上，没了鼠标和键盘，整理这些闪闪发光的戒指和护符，简直就变成了一项苦差。老莫发现这些掉落物品过多，会妨碍游戏的进程，逼得玩家必须每隔几秒就整理一次物品来。于是他们决定改变这种设计，把本该掉落的灰色或者白色物品中的70%都改为掉落金币。这对《暗黑破坏神2》的忠实信徒而言，简直是个翻天覆地的转变。这个最后成为战利品 2.0 系统的设计，同时在 PC 版和主机版的《暗黑破坏神3》上时装。他们意识到自己或许可以减少掉落物品的数量，但当然相应的也必须提高战利品的质量。老莫和他的团队希望战利品 2.0 系统能够解决玩家对于《暗黑破坏神3》装备的种种批评。有的粉丝抱怨顶级传奇物品的掉落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于是在战利品 2.0 系统里面，每个关键头目都会掉落传奇装备。有的粉丝说，即便费心拿到这些传奇装备，但因为这些装备的物品属性是随机生成的，可能这件让人多巴胺激增的闪亮暗钉装备根本就不适用于自己角色的职业。所以战利品 2.0 系统又引入了加权体系。当玩家拿起这些传奇物品的时候，随机数发生器会发生作用，会增加玩家得到所需物品的概率。接下来的2013年，暴雪的开发人员开始把目光投入到资料片的随机性问题上。随机性一直都是暗黑破坏神系列最重要的部分。1996年初代暗黑破坏神正式问世的时候，玩家就可以在程序生成的地牢中战斗和探险。自此之后，随机性渗透到了该系列的方方面面。地牢布局是随机生成的，宝箱是随机出现的，大部分魔法道具也是随机产生的。游戏程序会从众多的前缀和后缀中随机选出一些拼在一起，然后根据这些前后缀附加的属性为道具命名。比如幸运腰带就能增加怪物身上掉落的金币数量，而水之剑则能在每次受到攻击时恢复自己的生命值。这种随机性正是暗黑破坏神系列的魅力所在。游玩该系列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像在玩龙与地下城的战役，每次游戏都能带来全然不同的体验。玩家只要一想到手中的物品几乎存在无限的可能，自然就会着迷于拾取这些物品进行鉴定。这款游戏能让玩家产生和掏空钱包买彩票、赌老虎机一样的本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暗黑破坏神和纸醉金迷的拉斯维加斯赌场别无二致。但在很久之后，策划们开始意识到随机数字正在危害暗黑破坏神3，他们将随机性奉为圭臬，只要能让某些内容更具随机性，他们都会用上，完全忘记了随机性只是提高可重玩性的工具。于是在夺魂之镰中，他们消除了随机性讨人厌的地方，他们让随机系统服务玩家，而不是困扰他们。
这又是《暗黑破坏神3》和拉斯维加斯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暴雪不想让庄家一赢到底。老莫和他的团队意识到，如果你要让玩家开心的话，你就必须得给他们一些甜头。在《暗黑破坏神3》上市的时候，在游戏里你能否获得一件传奇物品，这仅仅取决于一堆骰子。有时你的运气会好一些，有时则不然。但发布夺魂之镰的时候，他们做出了改变。接下来，他们调整了难度系统。在开发原版的《暗黑破坏神3》的时候，暴雪的策划相信玩家想要一款比前几座都更具挑战性的游戏。团队里有些人会强调这款游戏的难度，说自己虽然是经验丰富的开发人员，仍然是屡战屡败，无法通关。问题不仅仅在于炼狱模式实在是太难，而是玩家也开始厌倦了一再挑战这些除怪物强度以外毫无差别的战役。2001年的经验设计放到2012年，就因为种种原因成为了败笔。在过去10年间，电子游戏在设计层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市面上涌现过数十款类似《暗黑破坏神》的游戏，其中一些甚至就是在《暗黑破坏神2》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但是他们却无一热卖。在《暗黑破坏神3》问世之初，人们期待的已经不再是过往的那种重复的节奏，而夺魂之镰就是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他们决定彻底重置难度系统，不过这可不是能够轻易达成的目标，因为整款游戏都是围绕着4级难度设计的，而每个怪物的数据都是针对4级难度进行调整过的。于是暴雪决定彻底颠覆《暗黑破坏神3》的结构，那就是取消4种相互独立的难度，让怪物在游戏中随着玩家能力的提高而变强。他们想，是不是可以引入新的难度调整系统，这可以让想要挑战更高难度的玩家随时切换到困难模式或者专家模式，去迎战血量更多、攻击力更强的敌人。同时也可以让那些希望降低一点难度的玩家随时返回普通模式。换言之，在之前那个炼狱模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暴雪的答案是把鸡和蛋做成一道菜。在外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选择，因为大多数其他游戏采用的就是这种难度系统，但对于暗黑破坏神系列来说，这却是一次革命。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必须要改变这个重要的部分，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把这款游戏和那个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动调整难度的系统。而妨碍他们思考的正是《暗黑破坏神2》。《暗黑破坏神2》先通关普通模式，再通关恶魔模式，接着再挑战地狱模式。这个难度系统是这个系列的特色，所以项目组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变它。而另一件小事也影响了他们的决策。在《暗黑破坏神3》开发的初期，杀死怪物后本有机会来收获这些补血球来增加自己的血量，但有的粉丝认为这处小小的改动破坏了系统的传统，所以他们猛烈地抨击了暴雪的设计。所以在之后，这种颠覆游戏整体结构的大手术，项目组根本是想都不敢想。2013年8月，在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上，暴雪向众多记者和粉丝公布了资料片《夺魂之镰》。本作的剧情围绕堕落的大天使马萨伊尔展开。在这部资料片里，暴雪引入了新职业圣教军，还有战利品 2.0 系统这些新功能。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免费的补丁，向众人展示《暗黑破坏神3》的项目组确实在倾听玩家的心声。在发布消息的前一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紧张，整个项目组能感觉到每个观众好像都在想，这次最好能有一些好东西。他们能感觉得到观众们对此根本不抱多少期待。但随后暴雪开始播放他们的宣传视频，长达4分钟的夺魂之镰开场影片让全世界首次认识了马萨伊尔。这位大天使双手各持一把可怕的镰刀，如砍瓜切菜般掠过一群赫拉迪姆法师，随后对他曾经的兄弟大天使泰瑞尔展开攻击。奈飞天会阻止你，泰瑞尔说道，而马萨伊尔则回答，没人能阻止死亡。众人为这段短片送上了雷鸣般的掌声。项目组能感觉到观众的兴奋犹如潮水，项目组很感激玩家愿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千万可不敢搞砸了。暴雪原计划在2013年晚些时候推出夺魂之镰，但由于工期太紧张，项目组将发布的时间推迟到2014年的第1季度，这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众所周知，暴雪开发游戏时总是不急不躁，毕竟《暗黑破坏神3》本片的开发就耗费了10年。
事实上，你很难找到一款不曾延期发布的暴雪游戏。暴雪的开发方式就是，他们已经完成了99%的工作，但最后那1%简直就是狗娘养的。《星际争霸2》的首部资料片《虫群之心》原定于2012年6月发售，但最终却在2013年3月发布。最后那1%让他们花了整整1年。而暴雪之所以难以按时完成任务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必须进行迭代。在他们看来，如果你想要制作一款出色的游戏，就必须要为迭代留下空间。迭代的时间就是那最后1%。暴雪的制作人每次都在进度表的末尾留出一些余量，这样开发团队就可以花时间尽情地打磨游戏的方方面面，直到他们觉得手中的游戏已经完美才会去发售。而对于《暗黑破坏神3》的项目组来说，尽管发布时间已经推迟，但老莫等人还是被迫砍掉了夺魂之镰的部分内容，比如一个叫做恶魔之手的系统，能够在整个游戏世界中投放52个强力敌人，在玩家打倒这些怪物后，就可以获得收集品，直至收集52件。然而，由于剩余的时间不足以完成这个收集系统，所以老莫决定将其砍掉。在他看来，即使延长开发时间，也根本无法兼顾这两部分。几个月之后，暴雪的每个人都为他们取得的进展欣喜若狂。自从最开始的错误37事件以来，他们已经修改了《暗黑破坏神3》的整体配方，他们重置了战略系统，认为自己终于可以依靠夺魂之镰来赢回数百万的玩家。但在老莫看来，他觉得游戏中还有一处致命的缺陷需要修改，而这处缺陷导致玩家的游戏方式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那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拍卖行系统。在很多人看来，暴雪在《暗黑破坏神3》里使用的拍卖行系统，使用的是真实的货币交易，这完全变成了氪金系统，变成了暴雪的提款机。暴雪每次都会从玩家的交易里抽取不少的费用，虽然开发者宣称他们的目的绝非如此，他们只是想通过这个系统来改善玩家的交易体验。因为在2002年的《暗黑破坏神2》的资料片《毁灭之王》里面，这个资料片就养活了许多处于灰色地带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很多玩家会在这些粗制滥造、毫无安全保证的网络平台上，用真金白银来交易强大的游戏内道具。所以暴雪的想法是为那些玩家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平台。毕竟都要赚钱，那为什么不能是我赚呢？而且我的平台不更加安全可靠吗？然而，《暗黑破坏神3》推出没多久，暴雪就意识到拍卖行的危害。虽然有些玩家非常热爱交易，尤其是那些靠刷装备卖钱盈利的我们叫做打金玩家，但大多数人却认为拍卖行严重影响了《暗黑破坏神3》的游戏体验，因为这个系统减少了寻找装备的快感。毕竟既然拍卖行能买到更好的装备，那么反复刷怪来获得这些酷炫的新护甲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因此游戏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玩家，他们借用权力的游戏中葛雷乔伊家族的别名，自称铁种 Ironborn。 这群人不但拒绝拍卖行，而且还向暴雪发出请愿书，询问开发人员能否在《暗黑破坏神3》里面添加铁种这一模式。他们觉得《暗黑破坏神3》去掉拍卖行后，一切都将截然不同。2013年9月的一天，在夺魂之镰全面投产的同时，老莫一边参加暴雪的月度战略会议，一边在本子上随意涂鸦。在会上，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正在与一众公司高层以及项目负责人交流业务，这些多数的金融术语在老莫这里就是左耳进右耳出而已。但是当话题转向《暗黑破坏神3》的时候，这些人突然谈到了拍卖行系统。迈克尔问老莫：好吧，那你是怎么想的？如果是在其他地方，老莫应该会说，关于这件事，我想我们还得再理理头绪，或者我不太确定我们是否应该保留这个系统。但当他意识到这是高层的会议，当他意识到赢回玩家的信任有多么重要的时候，老莫回答道：知道吗，伙计们，也许我们应该取消这个功能。于是大家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协调安排的事宜，如何向玩家宣布这一消息，如何处理现有的拍卖交易，而玩家还要等多久。接下来计划就开始渐渐的成型，是时候让《暗黑破坏神3》的拍卖行关门歇业了。2013年9月17日，暴雪宣布他们将在2014年3月关闭拍卖行，大部分粉丝欢欣雀跃。今后在《暗黑破坏神3》中打装备的时候，就不必继续纠结有钱就有好装备的问题了。玩家直言不讳评论道：干得好暴雪，
你让我找回了一点信心，我很可能会再试试这款游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资料片《夺魂之镰》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部资料片里内含新区域威斯特玛、新头目马萨伊尔、战利品 2.0 系统、冒险模式以及整修一新的难度系统。在《夺魂之镰》发布的前一周，拍卖行系统也将下线。当老莫等人完成资料片的所有开发工作，准备发布游戏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即将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不久之后，他们就能赢回人心。2014年3月25日，《夺魂之镰》正式上线。这一次，错误37终于无迹可寻。暴雪不仅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还改进了错误提示，确保即使出现问题，提示也不会像原先那般含糊。毕竟，当焦急等待的人在登录的时候看到错误37的提示，会想什么是错误37？鬼才知道错误37是什么。而现在，所有的错误提示都会更加具体。出现错误的时候，他们会直接告诉玩家，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而我们预计的故障排除时间是多少。看着涌入的各种反馈，暴雪的工作人员齐齐都松了一口气。玩家评论道：暗黑破坏神3终于找回了让该系列游戏卓尔不凡的即时玩法，他们修复了、删除了几乎所有阻碍这款游戏登上高峰的内容。夺魂之镰简直就是暗黑破坏神3的救命稻草。暗黑破坏神3上市2年之后，终于收获了玩家的喜爱。当你去浏览论坛或者直接收到玩家反馈时，会发现他们的抱怨更加具体，不再那么宽泛还含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项目组的所有成员才真的确定，好吧，我们终于做到了。玩家的评价终于不再是没意思这3个字了。这样的反馈对任何游戏来说都无异于死亡通知。2013年9月发布的 PS3 版、Xbox 360版的《暗黑破坏神3》，以及2014年8月在新主机上推出的《暗黑破坏神3》都备受喜爱，令老莫深感欣慰。虽然很多玩家觉得这么说有一点移情别恋的嫌疑，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比起用了几十年的鼠标和键盘，手柄的操作让《暗黑破坏神3》更有趣了。暴雪接下来承诺会为《暗黑破坏神3》提供长期的支持。对于其他开发商来说，他们才不会费心这么做，尤其是在经历发布日的那样的大灾难之后。暴雪希望能够重新赢得玩家的喜爱和信任，他们为这款游戏做过那么多的工作，对它非常有信心，知道它很棒。他们觉得，如果暴雪只是那种错误37，那就收工吧。如果是这样的公司，那就太悲哀了。暗黑破坏神3证明，即使是世界上最有能力、最有才华的游戏工作室，即便可以使用近乎无限的资源，也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将游戏档目完成。即使是知名系列的第3部作品，依然有无数变量足以令所有人失望。即便是先天不足的游戏，你只要投入了足够的时间、精力、资金，也有望变成一款出色的游戏。2012年，当错误37的问题传遍全网的时候，很多玩家都认为《暗黑破坏神3》将在黑暗中沉沦，但是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好的，这里是无实体。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可以点赞、投币、收藏、转发，你的关注都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们下期再见。